晚唐崩溃以后啊，中国进入了一段长达53年极其混乱的历史阶段，5个王朝，10几个割据政权，20多个皇帝。这个刀剑啊比诏书还有用，军营比宫殿还安全。有的人啊当了皇帝只做了几个月，有的人呢是前一天还在称臣，转过身就弑君夺位。这是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时代，史称五代十国。遗憾的是呢，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影视作品能够完整真实的把这段历史呈现出来。前不久啊火了一部太平年，商业意味有余，但是偏离史实太多。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拍五代十国呢？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是因为这段历史太血腥太残暴，兄弟互杀，父子反目，那个皇帝啊被士兵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宫门，百姓呢被绳拴着，随时准备充当军粮。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史实来拍，没有一个主角可以洗白，观众呢也很难站队。太平年的开头啊，讲到张彦泽吃人，真要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这个张彦哲只是冰山一角。在那样一个颠倒错乱的时代，人命往往只是一种资源，政权更替呢也往往只需要一场兵变，所有的秩序和规则都在战争中被不断的打碎又重组，重组又打碎。所以这一期节目啊，我们要翻开史书的边角，去看看五代十国那些被忽略、被淡化甚至被刻意避开的细节，看看那些电影电视通常不敢拍的故事。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做一下简单提醒，本期节目啊过于真实，过于血腥重口，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也不建议在用餐时间观看。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从五代十国那个最黑暗的一面开始讲起。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权臣叫做桓温，桓元子。桓温呢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大丈夫倘若不能流芳百世，也要拼他个遗臭万年。他呢说是这么说，归根结底是既没有流芳百世，也没能遗臭万年，反倒是唐末乱世一位人物用一种很戏剧性的方式把这两点都给集齐了。这个人呢就是黄巢。在传统史书的叙述中，对黄巢的评价是高度统一的，巢贼、巨寇、盗匪，翻来覆去都是骂他的话。这套说法呢，主要代表的是官方立场，但是也没有真的压过所有声音。在民间其实一直有不同看法，比如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就在《水浒传》里边借宋江的嘴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话呢，其实多少带点羡慕和不服。说白了啊，在有些人的眼里啊，黄巢不是单纯的贼，而是一个敢干大事的人。在官方定调和民间感慨之间，黄巢的形象就这样穿越千年，始终处于拉锯之中。进入近现代以后呢，大家看待历史已经理性很多了，但是在某些议题上却出现了新的偏差，尤其是对黄巢、李自成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常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觉得只要离开教科书的叙事就好了，于是就把各种史料里边提到的有关黄巢军队的暴行一条条全搬出来，不管真假，不管背景，个别地方还会自己加工。比如把长安被毁全算在黄巢头上，比如计算出来黄巢军队在陈州吃了30万人，然后得出一个很刺激很吓人的结论，黄巢是个无恶不作的变态杀人狂，是罄竹难书的超级食魔。其实现在很多爱看历史的人呢，都明白那个被捧到天上的黄巢啊，是被后来人美容过的版本，但同样的被踩到地底下被妖魔化的那个黄巢也未必就是真相。极端的夸或者极端的骂本质上是一回事，都离真实有点远。话又说回来，如果黄巢最终成功了，大齐王朝一统天下，后面也就没老赵家什么事了。24史呢得专门出一部奇史，开篇就得是太祖皇帝黄巢。可是我们知道历史是没法假设的，他最终呢还是一败涂地了。黄巢不能成事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这个人作为领袖性格上有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残暴好杀。黄巢的残暴啊，
严格来讲并不是他败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呢是历史上不缺这样的例证，比黄巢更残暴、杀人更多，同样有可能成功。另一方面是黄巢的暴行明显是被夸大了的。下面呢，咱们就重点聊聊黄巢军队所制造的最著名的三大血案：广州屠城、血洗长安，还有陈州的人肉加工厂事件。唐僖宗乾符6年，公元879年，黄巢向朝廷讨封广州节度使魏广，盛怒之下攻克广州，控制岭南。唐代的广州啊，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所在。一方面呢，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这个地方还是个瘴气遍地的南方边陲，差不多等于蛮荒之地，开发程度不高，本地的物产也谈不上多丰富。对唐朝官员来说，大多数时候只有一种情况会去广州，就是犯了错被贬官、被流放。但另一方面呢，广州的位置又非常好，靠海又连着南洋航线，所以很早就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来往的商人很多，什么天竺的、波斯的，甚至大食的人也都经常到这里来做生意。各种外国来的奇珍异宝基本上都是先到广州入关，然后再一路往北运，最后进入长安、洛阳。也正因为这样，朝廷在广州专门设了一个机构，叫做市舶司，负责人呢叫市舶使，通常是宫里的宦官来当。说白了呢，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2个字儿：搞钱。这么一大一块肥肉被黄巢大军在1天之内攻陷了，节度使也被生擒了去。据说黄巢攻陷广州之后呢，放任部下大肆抢劫，还杀了不少住在城里的外商。最早的说法来自一个阿拉伯商人，这人叫阿萨德。他说黄巢啊，在广州杀了12万人，也有的说杀了20万，而且大多数遇难者是从东南亚、印度、波斯以及阿拉伯一带来做生意的商人。几十年以后啊，阿拉伯世界又出了一位旅行家，叫阿布赛义德哈桑，他写过一本游记，叫《中国印度记闻录》。在这本书里，他把阿萨德的说法说得更加具体，说据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不算死掉的中国人，只算城里做生意的外国人，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拜火教徒，加起来有12万人被杀。之所以能知道这个数字，是因为中国人啊按人数收税。这样一个说法，严格来说呢，并不是第一手记录，而是听来的说法。可是奇怪的是呢，居然被一向很严谨的剑桥中国隋唐史给采纳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记录可信度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唐代的户籍制度比今天还要严格，外国商人到中国不能到处乱跑，城里有专门的藩坊，这些人呢通常只能居住在藩坊。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广州一共有户42235，有口221500，这个数字是把周围13个属县都算进去的总人口。当时的广州城和今天也完全是2个概念，它的城墙周长大约5华里，规模其实不大，城内也没有高楼大厦，能够居住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按照同级别的城市推测，常住人口不会超过12万，就算真有12万人，也不可能全是外国商人，所以这个事儿怎么看都不太合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黄巢攻打广州之前，其实已经控制了大半个岭南，军队就在城外，和朝廷谈判拖了好几个月。这种局面下，广州的这个正常贸易必然要受到影响。那个商人也不是傻子，几个月的时间，足够大部分人啊从海路撤走了，不太可能一直耗在广州。再有啊，这场广州大屠杀只出现在了阿拉伯商人的传闻里。中国记录这段历史的3部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还有资治通鉴，对黄巢、广州屠杀沪商只字未提，这是比较反常的。按说呢，像黄巢这种反面典型，有黑料是一定要曝光的，可是并没有，所以问题很可能出在了另一边。黄巢在广州屠杀沪商，或许确实发生过，但是规模呢被越传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数字。这是3大血案的第一宗。取得了广州啊，差不多就可以当个岭南王了。可是天意人意都不允许。在广州城里住了1个月，黄巢大军开始向北进发，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唐僖宗广明元年年底，公元881年，黄巢攻破潼关，然后率领着
绵延数十里的队伍，兵不血刃进了长安。进长安的头2天，他们是秋毫无犯，甚至还接济穷人。这支仁义之师只坚持了3天就绷不住了，他们成群结队，开始大肆烧杀劫掠。最先倒霉的是那些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富绅豪商，渐渐的打击面越来越大，逐步就扩展到了普通人家，最后连被他们接济过的那些穷人也没有放过，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没吃我的也得吐出来。进了长安8天以后，曾经的落地举子、私盐贩子黄巢登上大明宫含元殿正中的宝座，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当皇帝的第1天，黄巢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所有的唐朝官员3品以上通通革职，4品以下全部留任，有关人等速速报到上班。黄巢是求贤若渴，奈何反响平平。《新唐书》记载这一段啊，说是赵王公无有志者，五险一金啊已经备好了，可是没有公务员报名。当皇帝的第7天，黄巢又下了一道新圣旨：凡唐朝百官，只要带上名片到指定地点报个到，就一律官复原职。短短几天，撤销了原有的限制，对官员们做出了重大让步，但是报名的依然寥寥无几。说有2个官员呢，被人实名举报点了出来，为了不做黄巢的臣子，居然全家集体自杀。黄巢这一下顿悟了，感情这些达官显贵还是瞧不起我。好，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当皇帝的第 N 天啊，黄巢下达了一道屠杀令：凡是礼堂宗室，一经抓获，不问老幼，直接杀之。所有躲藏逃亡的公卿大臣，一旦发现，直接杀之。所有拒绝和大齐朝廷合作的士人，抓住一样直接杀掉。甭管是王侯将相、皇亲国戚，就这样一批批被从民间搜捕出来，随后一个接一个砍下头颅，横尸街头，血流成渠。连已经去世的宰相卢协的尸体都被挖了出来，拖到集市上枭首示众。检校仆射张之芳，这是一位副国级的高官。黄巢入城的时候呢，张之芳率先迎降，有这一层功劳，张家上下得以暂时保全。张之芳呢，利用便利条件，在府上悄咪咪的修了一道夹墙，专门收留朝中各路公卿大臣，最多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在张府避难。可是一个不小心就走漏了消息，黄巢得知以后，调来兵马，把张府杀了个鸡犬不留，全族老少都被砍了脑袋，所有躲在张府避难的人都遭了殃，几百名官员尽数屠戮。这是这次屠杀中最大的一起。几个月以后啊，因为战事吃紧，黄巢撤离长安，几天以后又重新杀了回来。齐军第2次打进长安之后，情况完全变了。几个月前第1次进城，他们还披着一层仁义的外衣，多少做点姿态，但这一次这层外衣基本扔掉了，直接开启了一场代号洗城的大屠杀。这已经是齐军在长安的第3次屠杀行动，而且规模远超前2次。一般认为大约有近8万人死在了这场灾难之中。不仅杀的人更多了，而且连目标也变了。被清算的对象呢，从皇族、官绅、豪商、士人这些社会中上层，拓展到了普通百姓。到这一步，黄巢建立的大齐已经把民心消耗的差不多了。这个政权所能支撑门面的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暴力。冲天香阵透长安是黄巢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他的运势一落千丈，从关中撤离，一路向东，拿出看家本领，流动作战，然后兵围陈州。陈州这个地儿在哪儿呢？大致的位置在今天河南周口淮阳。陈州呢很小，可是偏偏黄巢啃不动拔不掉，10几万大军就这样跟着死磕。这一仗打了将近1年，方圆60里已经被坚壁清野，时间一久，补给就成了问题。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一个即使放在唐末那种杀人像割草的乱世里，也显得格外恐怖的说法被写进了史书。新唐书、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几乎不约而同的记载，说齐军围困陈州，因为大饥荒，田地里没有粮食，四处只有流民、饥民苟延残喘。黄巢找不到正常的补给来源，干脆命令士兵抓人来吃。他们还做了一种特大的石臼，把活人直接扔进去，用大石杵捣成肉糊，再拿来吃。
这座人肉加工厂有个专属的名词，叫做春魔寨。史料描写很是血腥，但是问题是这些记载真的可靠吗？总的来说，疑点重重。首先呢，同样是来自正史的记载，第一，说黄巢围城之前啊，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准备打持久战。第二，是最后被李克用、朱温击败。李克用啊，获所俘男女5万口，另有牛马万余。其次呢，最不可思议的是黄巢大军对人肉的食用方法。我小的时候啊，每到过年，村里边都会有人家杀年猪。杀猪以后的头一道工序是烧上满满一锅热水，然后就着热水清理猪毛。如果没有这道工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有一头活猪，这个被扔进了特大号的石臼，石杵落下，这个活猪成了肉泥。这堆东西里边不只是猪肉，还有骨头、猪毛、粪便、尿液，所有这些全混在一起，可想而知，那个味道一定是难闻的要命。与其说是在做食物，不如说是在糟蹋食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中，吃人的事情并不罕见，但是像黄巢军队这样把活人直接捣成肉泥，似乎只此一例。还有一点就是这种不科学不卫生的吃法一旦在军队中施行下去，很快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疫病，军队必然迅速丧失战斗力。可是矛盾的是，黄巢围困了陈州近1年，所以综上所述吧，有关黄巢陈州吃人的记载实在是有违常理，更像是出于抹黑目的的以讹传讹。黄巢失败以后啊，在接收了黄巢余部的基础上，有一股势力在中原突然崛起，很快就从小蜥蜴吃成了霸王龙。这是一支吃人的队伍，比黄巢有过之而无不及。兵锋所至，烧杀劫掠，坏事干尽，只留下空荡荡的村寨和城镇，千里之内难见炊烟，农民都跑光了，田地也没人种了，没有粮食，他们就开始吃人。食用的方法比之黄巢要更加科学，更加卫生，四处挑拣那个刚死的，或者把抓到的老百姓杀掉，撒上盐，腌成人肉干，装上车，这就是军粮。车载盐师及兽性之大成，这会儿领头的叫做秦宗权。秦宗权后来呢被朱温给打败了，他的部下孙儒完美继承了优良传统，南下江淮以后四处烧杀劫掠。孙儒和杨行密争夺淮南，形势紧迫的时候呢，屠杀老弱充当军粮。军队因为吃人爆发了瘟疫，连孙儒本人也染上了疟疾，两腿颤抖，没法站立，最后被杨行密生擒给处死了。在孙杨争霸之前，淮南的话事人啊是唐末最后一位名将高骈。高千里曾经击退南诏，重创黄巢，但是晚年笃信方术，爱好修仙。他的部下秦彦、毕师铎发动兵变，把高骈本人以及全家几百口关进了一个道观。从此以后呢，全族老少极其悲惨。这个食物的供应啊是时有时无的，人们先是劈了神像，煮食皮带，皮带吃完就开始吃饿死的死尸，后来呢就发展到互相谋杀，瓜分人肉。这几百口人啊，最后被全部处决，一个不留，然后挖了个大坑，尸体全部塞进去，就地掩埋。一代名将就这样落了个族灭的下场。高骈死了，他所在的扬州被杨行密围困，城中是饿殍遍地，米价涨到每斗50贯。什么概念呢？这是唐朝末年米价的最高纪录，约等于正常米价的250倍。粮价飙升，这是乱世的一大特征。但是高到这种程度，这座城啊也就和地狱非常接近了。城里能吃的草根早就被挖光了，树皮也被扒光了，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肉铺倒是还开着，也还有肉卖，只是呢多半都是人肉。在这段惨烈的历史里，史书难得的记下了一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说打江西来了个商人，商人名叫周迪，夫妻2人早些时候来到扬州做买卖，买卖没做成，运气背到极点。先是毕师铎起兵造反，攻进扬州，
那个城里面哪还有什么买卖人啊？满街都是手持刀枪的抢劫犯。两口子还没缓过神来，局势又变了。杨行密的大军把扬州围了起来，两军交战，全城戒严。周迪夫妇啊，不但生意做不成，本钱也很快耗光了，人还被困在城里，想走都走不了。没过多久，扬州的大饥荒开始了，夫妻俩是苦撑了1个多月，眼看就要饿死了。这时候呢，妻子对周迪说现在兵荒马乱，我们2个人恐怕活不了了。你的父母年纪大了，还在家乡等着你回去奉养，你不能和我一起死，不如把我卖了，拿了钱你想办法逃回去吧。这个时候啊，扬州的那个豪门大户勾栏瓦舍早就不买人了，人唯一还有商品价值的地方只剩下屠宰场。周迪呢，当然明白妻子的意思，但是他不忍心，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这妻子已经下定决心，她自己走到肉铺把自己卖了，然后把这笔用命换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接下来的这一幕呢，就是生离死别。妻子被带到肉案上，丈夫拿着卖妻换来的钱去贿赂守城的士兵，希望能放他出城。守门的士兵啊，就问他说：“你这钱哪儿来的呀？”周迪呢，只好如实回答。士兵还不太相信，就跟他一起去肉铺看。结果一到那里呢，周迪妻子的那个尸体啊，已经被分成几块，挂在了肉钩上，人头还放在案板上。当兵的即便是见惯了生死，见到这一幕也难免大为感动。最后呢，不但放周迪出城，钱也没收，反倒还给了他一点盘缠。周迪呢，就默默把妻子的这个遗体赎回来，小心翼翼包好，背在身上，离开了这座让人心碎的城市。在那样一个年代啊，周迪其实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他最后呢，还是回到了故乡，把妻子残缺的遗体安葬了。这件事呢，也因此被史书记了下来。但是更多更悲惨的故事，今天已经没人知道了。按照《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朝最繁华的时候，扬州有77000多户人家，有46万多人口。可等这一场围城战结束以后，城里边只剩下几百户饥民，这就是乱世。刀兵之下呀，人命比草还轻。今天的沧州啊，有着武术之乡的美称，历史上有证可查的大侠，比如霍元甲、大刀王五，都是从沧州走出来的名人。唐末五代时期的沧州，其实是遭受了一些悲惨经历的。唐哀帝天佑3年，公元906年，朱全忠深沟高垒围攻沧州，沧州城内外断绝，存粮很快被吃光，观音土和死人肉成了最主要的食物。2年多以后，刘守光、刘守文兄弟2人发生内战，弟弟抓了哥哥。刘守光呢，兵围沧州，断绝城中的一切补给。没过多久，这个沧州城啊，根本就不多的存粮几乎全部耗光了，老百姓只能挖野菜掺细泥充饥，勉强拖着一口气儿和死亡赛跑。挨饿的呀，不只是人，城里的驴马也没有草料，饿得受不了，甚至开始互相啃食鬃毛。城中呢，有吕演、孙贺2将。在这种情况下，吕演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为了让守军能有力气打仗，他下令抓来一批平民，把人关起来，用酒糟喂着，像养猪一样养着，先保证不死，等需要粮食的时候呢，按顺序把人杀掉煮熟，当做军粮发放下去。甚至还给这个人肉加工机构起了一个很正式的名字，叫做宰杀屋。可即便有了这样的手段，沧州守军也没能撑太久，最后还是被迫投了降。投降以后还有故事，孙贺呢被刘守光赦免留用，吕远全族被满门抄斩，只有一个15岁的儿子吕琦被门客赵玉谎称是自己儿子给救了下来。一经脱险，这个赵玉带着吕琦隐姓埋名，装成乞丐逃到了河东。这个吕琦呢，后来发愤图强，为人正派沉稳，成了5代中期的名臣。为了报恩呢，像亲生父亲一样服侍赵玉，赵吕2家的世交一直延续了好几代。吕琦呢，教子有方，他的2个儿子吕余庆和吕端后来都是北宋初期的名臣。
那个孙贺呀，只比吕演多活了1年多。刘曙光呢，后来要称帝，孙贺冒死劝阻，惹得这个刘曙光大怒，命令军士把孙贺按到砧板上割其肉、生弹指，直接做成了活人刺身。孙贺最后被千刀万剐而死。活在那样一个年月，就好比雨打浮萍，有时候啊，人命比纸还薄，有时候人肉比狗肉还贱。为什么这么说呢？天复2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挟持了唐昭宗，引来宣武节度使朱温争夺这个皇帝。朱温啊，兵围了凤翔，凤翔城各个粮仓很快都见了底，城外是1粒米1颗麦都不能运进城，每天冻饿而死的已经不新鲜了，更有甚者有些将死未死的，倒在床上还在呻吟的，冷不防就会被好心的邻居或者亲属杀掉，然后趁着新鲜分而食之，妥妥的人间地狱。因为供应量十分充足，那个市场上的人肉啊，100文钱可以买1斤，狗肉反而成了稀罕物，卖到了500文1斤。按照现代医学的解释啊，人很难真正抵抗饥饿，饥饿是人体的生存机制之一，一旦能量不够，大脑会用各种方法逼着你去找食物，这不是意志问题，而是生理结构决定的。可是我们看唐末5代的食人事件，因为饥饿导致的只占了一部分，还有一种情况和饥饿完全不着边，是一言不合就开吃。比如唐朝末年最强大的藩镇节度使之一的李克用，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对顶头上司段文楚不满，将对方抓住，乱而食之，活剐加生吃，吃完了把对方的尸骨扔到地上，纵马践踏，强制物理性帮人回归大自然。前面提到沧州有个刘守文，刘守文呢早年有个部将叫张文礼，这张文礼呢趁着刘守文外出，发动兵变占了沧州，从沧州吃了败仗，又逃到了镇州，投奔了赵王王戎。镇州呢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这个王戎很欣赏张文礼，收留他做了养子，然后呢给他改名叫王德明，并且处处委以重任。王德明不如王德发，他培养了自己的势力，恩将仇报，反过来杀了王戎全家，随后恢复本名张文礼。这个人啊，对晋王李存勖称臣，可是呢又暗通后梁和契丹。李存勖呢就派了大兵征讨镇州，张文礼呢受了惊吓，嘎的一下落地成盒，旧病复发，他死了。晋军很快呢攻破镇州，张文礼的尸体被从棺材里边拖出来，拉到闹市剁成了碎片。张文礼有3个儿子，张楚求、张楚锦、张楚琪，求求、锦锦、琪琪，哥仨连带他们的母亲全部砍断双足，送往有关部门。镇州的百姓啊，对这一家是恨到了极点，纷纷请求将这几人海而食之。您注意这个海字，这是肉酱的意思，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应群众们的要求，这几人呢最后就被制作成了肉酱，被镇州人给吃了。再有呢，就是这个太平年里边提到的张议节度使张彦泽。张彦泽的祖上啊是突厥人，已经在中原生活了几代。据说呢，他的眼睛发黄，有点像猫科动物，到了晚上能放出寒光，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善射，被任命为骑将，屡次跟随李存勖、李嗣源出征。后来，他和这个石敬瑭结为姻亲，开始步步高升。历史上真实的张彦泽呀，没有吃人的记载，太平年里边演的有点张冠李戴。这个人性情暴虐反复是有的，比如呢，张氏劝他说不要杀你的儿子，他反过来追杀张氏，将其剖心断肢，虐杀致死。后晋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这个张彦泽突然倒戈，直接带兵投降了契丹，亲自带着敌军攻破后晋，进了京城以后更是肆无忌惮，纵容手下烧杀抢掠2天2夜。张彦泽本人啊，更是在城中横冲直撞，杀人取乐。看到不顺眼的人，只需要竖起一根中指，部下们就会直接把那人拖下去，拦腰斩下，一刀两断。辽主耶律德光进了开封以后，对张彦泽居功自傲产生不满，询问到场的官员说，以张彦泽的罪行该不该死啊？下面的百官异口同声高喊该死。张彦泽呢就这样被耶律德光判了死刑，套上大铁链子，拖到广场公开行刑。
被张彦泽迫害过的那些家属们，这个时候纷纷披麻戴孝赶到刑场，人们是一边痛哭一边拼命往前挤，争取能亲手狠揍他2下。当时监斩的官员叫做高勋，先被人砍断双手，然后剖腹挖心祭奠死者。行刑完毕，恨之入骨的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争先恐后的敲破他的头骨，挖出脑浆，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刮下来，最后吞吃下肚。在五代这样一个乱世，死于非命的人多到数不清，但要说谁死的最有画面感、最有冲击力，恐怕还得数张彦泽。张彦泽的死呢，其实也是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很多人靠杀人起家，也有很多人死在别人的刀下。今天是王侯将相，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张彦泽呢，一生凶狠，杀人无数，横行的时候几乎没人敢碰他。可等到大势一变，昔日的威风转眼就成了众怒。曾经越是恶名昭著，最终的结局就越是惨烈无比。这就是五代乱世里没有真正的赢家。除了犯了众怒以及由于饥饿迫不得已的，再有就是纯纯的变态了。后唐时期呢，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在中原的名字叫李赞华，这名字呢是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赐。他在契丹那边叫做耶律倍，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阿保机死后，因为受到排挤，耶律倍辗转难逃，来到后唐，生活了大概4年。一方面，这个人是博学儒雅，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很有成就，堪称有辽一代首屈一指的大艺术家。另一方面，这个耶律倍性情暴虐，甚至称得上变态家暴狂，这又和他仁者爱人的完美人设形成了巨大反差。据说这个耶律倍有个很恐怖的爱好，他喜欢喝新鲜的人血。这个婢女们为了满足他，经常扎破手臂让他吸血，同时呢还暴躁易怒，一发脾气就在妻妾和侍女身上尽情施虐，用火烧烤，甚至挖出眼睛。到了中原呢，他娶了一个夏氏为妻，这夏氏因为受不了他的变态喜好，请求离婚，出家当了尼姑。梁晋争霸的时候晋王李存勖身边有一员猛将，名字叫常从简，沙场上久经战阵，善使一根长槊。有一次战场上受了伤，这个箭头嵌进了骨头拔不出来，医生们束手无策，常从简自己动手凿开自己的骨头，取出箭头，期间谈笑自若。就是这么悍勇一个人，有一项特殊爱好，什么爱好呢？他喜欢吃人肉，据说经常在驻地偷偷抓捕民间的小孩来吃。上面这些和下面这位比起来，都还只是毛毛雨。五代后汉时期，有一位以凶残著称的大将，此人名叫赵思婉，夜都人，今天河北大名县一带。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赵思婉占据长安，发动叛乱，后来呢为郭威所败。赵思婉好吃人，而且他开始吃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对美食的追求。在他看来，人肝，尤其是新鲜人肝，是难得的美味。占据长安期间呢，他就常常抓人进厨房，然后当场下刀。受害者往往是活着被剖开肚子，取出肝脏，当面切成细丝儿。据说很多时候，等赵思婉开始品尝的时候，那些人还没有完全断气儿。除了人肝，他还特别迷信人胆。这个赵思婉呢，甚至公开宣扬一套他自己总结的理论，说人胆具有非凡的妙用，只要吃够1000个活人胆，就会天下无敌了。事实很快证明这套变态的说法纯属妄想。长安后来被郭威给围困了，日子一天天拉长，赵思婉呢离天下无敌也越来越远，城里的存粮很快耗光了，他干脆呢学起当年的秦宗权，把原本只是个人爱好的吃人的行为直接推广到全军。士兵开始在城里四处抓人，妇女孩子都被当作军粮。有一次呢，为了犒赏军队，他甚至一次就宰杀了几百人。这个混世魔王后来被抓了，处以极刑。如果只看史书五代十国就好像是一段很简单的历史，
5个朝代，10几个割据政权，几十年的时间，皇帝轮流来做，版图分分合合。可是，一旦把这些细节翻出来，吃人的军队，被掠夺一空的城市，被当成军粮的百姓，还有像张彦泽、赵思婉这样暴虐的军阀，这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乱世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乱世让人性变得扭曲了，把人一点点变成了别的东西。有的人为了活命，把亲人卖进肉铺了；有的人呢，为了活命，把俘虏当作军粮了；也有人在权力和暴力里迷失，把残忍当成一种享受。所以才有了那句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别整天想着打这个打那个的，太太平平安安稳稳的比什么都好。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